大家好，我是还在排队等 OFO 退押金的品牌哥。顺便问一句，大家的 OFO 押金都退回来了吗？退掉的可以在弹幕里骄傲的扣个1。话说回来，曾经备受关注的网红创业项目共享单车已经很久没有被国内热点新闻关照到了，除了价格一再涨和用户直呼用不起了。今年4月，有网友发帖称，美团、哈罗等共享单车在节假日涨价，起步价从原来的 1.5 元每15分钟涨价至 1.8 元每15分钟。而就在去年，共享单车已经经历了一轮涨价潮。那轮涨价过后，不购买套餐卡的情况下，部分城市共享单车价格已经高达 6.5 元1小时。事实上，从2015年共享单车诞生至今，其价格上涨已不是新鲜事。从之前5毛钱半小时，各种红包甚至免费骑，到今天不断涨价，快要步入2元时代。共享单车肉眼可见的是越来越贵了。不断涨价的共享单车，大家都还在骑吗？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至今，共享单车一共经历过7次涨价，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在2022年。当时，哈罗单车率先宣布将7天、30天、90天骑行卡的无折扣价分别上涨至15元、35元和90元。没多久，美团单车也赶来凑热闹，表示将把骑行卡无折扣价调整到和哈罗同一价格带。而就在骑行卡涨价后不久，共享单车单次骑行起步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由原来的 1.5 元每30分钟上调至现在的 1.5 元每15分钟，时长费也调整为15分钟1元，算下来就是骑行1小时的价格将达到 4.5 元。乍一看，这个价格好像也没有高到负担不起。如果只是下了地铁解决最后1公里，一般15分钟内可以到达，你也只需花费 1.5 元。但如果你在骑行时遇到八卦，忍不住放慢了脚速，或是一路都被红灯绊住，又或是明明停在了 P 点却被告知停车位置不对，那很有可能在看到账单的那一刻，你会感到一阵肉痛。那么问题来了，当初打着共享经济旗号，以便利和亲民笼络人心的共享单车，价格怎么就越来越贵，和打工人越走越远了呢？1965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组织者发起了一场白色自行车行动，大量白色的自行车被放置街头，不固定、不上锁，供市民使用。只是没过多久，这个项目由于自行车遭到严重破坏、政府叫停等问题，很快就终止了。时间疏忽而逝，来到50年后的中国，当年在荷兰街头的白色自行车运动变成了中国的新4大发明之一——共享单车。彼时，从北大校园里走出来的戴威，带着 OFO 一起进入社会。挑战和机遇同时到来，走出校园意味着要面临运维问题、成本控制、城市交通场景等多面挑战。但那是在2015年共享经济大爆发的时代，在那个10级风口下，似乎是个产品前面加上共享2个字都能圈到钱。什么共享雨伞、共享玩具、共享马扎、共享睡眠，甚至还有共享女友。所以初出茅庐的 OFO 虽然青涩，却不缺资本宠爱，仅16年1年时间就拿到了5轮融资。与此同时，比 OFO 成立仅晚1年的摩拜也不遑多让，在8月到10月，短短3个月间就经历了 B 轮、B 加轮、C 轮、C 加轮4轮融资。可以说，短时间内2家公司就走过了一般创业公司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程，也足以见得当时的资本有多么疯狂。那为什么资本会下如此重注，疯狂梭哈呢？原因在于，当时业界普遍认为，共享单车是解决出行最后1公里的几乎唯一解决方案。据不完全统计，2014至20162年间，除 OFO 和摩拜外，还有小蓝单车、小明单车、酷骑单车、悟空单车等20多家共享单车企业，且几乎每一家企业都拿到了融资。大家当时骑的最多的是哪个共享单车呢？和其他商业模式不一样，共享单车本质上提供的是无差别服务，且用户体验不会因规模越大而变得越好。同时，又因为共享单车生命周期大概在3年左右，每一个大周期来临时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面积的置换原有的已折损的单车，这也无限拉长了共享单车的竞争时间。因此，共享单车行业的壁垒很简单，就是资金。谁能拿到源源不断的资金，谁就能在市场中活下去。想当年，滴滴在网约车大战中笑到最后，靠的就是大佬们在背后不断输出的充足弹药。说来有趣的是，当初靠资本上位的滴滴，在共享单车大战中，自己也成了资本。当时，在资本的有力输出下，粮草充沛的共享单车们开始争夺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发补贴、免费骑、送红包，钱一轮又一轮的撒下去，没有谁心慈手软。但行业吞金速度远超想象，共享单车们融来的钱远远跟不上花钱的速度。很快，那些资金没有跟上的小企业开始一批批倒下。到2017年下半年，共享单车行业已是哀鸿遍野，
玩家接连出局的局面。OFO 和摩拜也几乎站在了悬崖边上。先说 OFO， 据曾负责 OFO 财务工作的人说，自2017年3月起 ，OFO 在采购、人力、物流上的支出就越来越大，几乎每个月花费都在2亿元以上，经常是刚融到一笔钱，下个月就没影了。在此背景下，从 C 轮起就一直是 OFO 最大投资人的滴滴开始出人出钱，先是牵头帮 OFO 拿到了6亿美元一轮融资，又派出了50多位中高层进入 OFO 帮忙运营管理。经双方努力， OFO 在2017年10月日单量峰值冲到3250万单，拔得头筹。而危机如影随形，大规模投车、1元月卡进一步消耗资金，加速了公司枯竭。彼时彼刻 ，OFO 应付用户押金40亿元，而现金及等价物只有23亿，已经出现缺口。更为致命的是，此前承诺要投资 OFO 18亿美金的软银态度骤然转变，18亿美金成了永远捞不到的水中月。到了年末， OFO 账面可用资金已经只剩3.5亿元。虽然 OFO 一再强调公司经营不成问题，但苦苦支撑1年后，还是在2018年底迎来了退不出押金的最终结局。另一边，摩拜的情况也几乎一模一样。实际上，从早期和 OFO 正面竞争开始，摩拜的烧钱速度就一直是远超 OFO 的。这是因为摩拜的自行车造价成本更高，比如它的自行车是自行研发设计的，没有链条，官方说法是安全性高，不容易损坏，维修成本低。另外，摩拜从一开始就给每台自行车配上了 GPS， 方便管理与追踪，无形中便增加了成本，也会制约摩拜的产量。2017年年中，摩拜收到由腾讯领投的6亿美元一轮融资，此后便再无融资进账。到了年底，摩拜被爆出涉嫌挪用用户押金，两家巨头的命运由此来到一处。再后来，由于合并失败，OFO 创始人丢下一堆烂摊子远走美国，这留下永远也退不回的押金。摩拜则被美团以27亿美元收入囊中，变成了美团单车。可以说，在这场烧钱大战中，没有人是赢家。非要说有的话，那也只可能是哈罗。哈罗能够成功活下来，原因有3点：一是当摩拜和 OFO 在京沪地区真刀真枪厮杀的时候，他选择了在2、3线城市发力，避开了与巨头的正面竞争；第二是采取差异化策略，比如回避热点地区，通过骑行数据挖掘副热点，如公交车站、居民小区门口；第三是实行免押金计划。其实押金这个事儿最大迷惑性在于，它看起来像收入，本质却是债务。当你无法把它变成金融杠杆，它就会成为压垮你的大山。而哈罗之外，在2018年这个共享单车行业交替之年，还有一位新玩家登场，他就是滴滴青桔。还记得前面我们说滴滴重注投资 OFO， 给钱给资源，目的是想通过共享单车来完善自己的出行版图。谁知天不遂人愿，两方最后因为融资合并等一系列事情闹得不欢而散，滴滴只能亲自下场，赶在共享单车的尾声推出了青桔单车。至此，在疯狂的融资战后，巨头加持下的共享单车形成美团、哈罗、青桔3足鼎立的局面。三国杀的局势背后是美团、阿里巴巴、滴滴3家巨头的拉锯。曾被寄予厚望的单车业务已经沦为巨头的配件，市场迎接他们的也只有不断的亏损。事实上，从共享单车诞生以来，行业从未真正实现盈利，行业野蛮生长时期自不必说，即便是 OFO 爆雷后，行业逐渐稳定规范，亏损也仅仅是有所收窄。哈罗出行招股书显示，2018年、2019年、2020年营收分别为21.14亿元、48.23亿元、60.44亿元，净亏损分别为22.08亿元、15.05亿元、11.34亿元。2018年，美团收购摩拜单车后第1年，单车业务便给美团贡献了45.4亿元亏损。青桔则在2021年被滴滴归入到了由共享单车和电单车、车服等业务构成其他业务板块。当年该板块全年亏损约300亿元。而亏损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自始至终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就没跑通过。早期 OFO 投资人之一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曾说过， OFO 商业模式非常清晰，一辆自行车200块钱，在校园里每骑一次5毛钱，每天能骑10次就收了5块钱，20块钱成本可能40天就赚回来了。然而从校园走到城市，单车的辐射范围扩大了100倍不止，这一模型并不能完全站得住脚。另外，共享单车是一门重资产生意。以哈罗单车为例，2019至2020年间，哈罗单车的营业成本中近一半是折旧成本。2020年，哈罗共享单车业务 GTV 约48亿，其中折旧成本就超过25亿，再加上生产、维修、调度，每一项都是不小的成本支出。
而收入端失去了押金这一融资杠杆，各家目前唯一能依靠的只有用户付费及有限的广告创收。但问题是，共享单车从15年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存在尚未挖掘的市场。根据艾媒的数据，2020年共享单车的用户规模达到 2.53 亿人，已经负增长，且多地已经开始实行总量管控。这样一来，几乎是仅有的营收路径也被堵死了，所以涨价就变成了共享单车们唯一的止损途径。事实上，不只是共享单车，这些年几乎所有的互联网故事都不约而同地共享着同样的发展套路：先烧钱形成垄断，垄断之后再涨价收割。比如和共享单车一同在共享经济里杀出来的共享充电宝，这几年价格也是涨了又涨。在追逐利润的道路上，这些打着共享旗号的企业应该早已不记得共享经济的初心了。不过好在选择权都在我们自己手上，涨不涨价是你说了算，但用不用还得是我们说了算。